后来我寻得规律，知他夜间大概何时惊醒，便先守到那时，将他哄好入睡。再后来他大些了，重回云深不知处的第一夜，亦是那时醒，倒不会再哭。我等在院中，见他推门出来，那时我才信他是真的。魏无羡下意识重复道：真的。蓝忘机点了一下头。他说：云恒睡着时，像你，那是一个真正的、鲜活的、触手可及的存在，不是言而不得的启梦相思，不是经路飘萍般的过客逝影。魏无羡的喉结滑动了一下。他说：你说过的。那洞中幽暗的光线伴着蓝忘机微微敛结的神情，让他突然想起他将蓝云恒留在此间的那一日。13年前的很多事，魏无羡已记不清了，只觉得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纱，附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晶罩子，他在其中茫然伫立，听到一个不透明的世界轰然作响，分崩离析。13年后的此时，魏无羡却突然有一种挣出水面、挣出血海，得以大口呼吸的释然。他突然说：蓝湛，你说人生一世，爱不得，怨憎会，生离别，又都有什么意思？那不是魏无羡常说的话，方一脱口，便令蓝忘机的神情剧烈波动了一下。他听起来很累，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着的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重新点燃了他。蓝忘机看着他，坚定地说：都回来了。魏无羡呼出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却又疏忽一笑。他说：你听到的只有后半句吗？蓝忘机仍看着他，没有开口，胸膛却在起伏。魏无羡挑眉道：你怎么不问我如何爱不得？蓝忘机的嘴唇下意识一动，唇方才分开，还不及发声，袖中有一抹青蓝一闪，一张符篆飞出，无火无烟地化为灰烬。那是蓝丝追传信，表明朱家登船已毕，他们当尽快回去。方才那股快要紧绷至极点的情绪突然淡了。蓝忘机说：该走了。魏无羡却执着地伸手拦他，说：听我再说最后一句。他的声音有些急切，手臂一伸，便抓在了蓝忘机的手腕上。那一瞬他们对视，彼时魏无羡还会垂眸并松开他的手，但这一次也几乎是他此生的第一次，他在这种情境下紧紧地抓住了蓝忘机。魏无羡一字一顿地说：蓝湛，蓝忘机，韩光君，我知道有些事我做得很差劲，但14年前在云梦的那个寒月，我邀你上楼喝酒的时候，我是真心想和你上床的。他说完，手指一松，声音犹在洞中嗡嗡作响。蓝忘机站在原地，身形不动，手臂几乎是慢慢地垂了下去，一贯没有起伏的表情空白了一阵，第一次出现了些许茫然。魏无羡咬牙道：蓝湛，我刚才说的，你都听。他突然被蓝忘机极尽用力地抱住了。这个拥抱与数日之前不同，彼时蓝忘机的力气也很大，是为失而复得的珍重，此时他的力气却大过了界，仿佛要生生将魏无羡揉进自己的身体之中，一只手掌置在魏无羡的后颈上，拇指摩挲过他的耳后。魏无羡为那力道哼了一声，蓝忘机下意识将手臂松了些许，魏无羡却自己加力，把蓝忘机箍得更紧。他们两个俱是满身是血的模样，血迹本已干涸，尚闻不出来，此时凑得太近，突觉满头满脸都是腥臭气息。虽如此，蓝忘机的手臂仍紧紧地拥在魏无羡身上，魏无羡则紧紧地贴着他的颈窝，呼吸尽数喷在他的皮肤之上。许久，他说：蓝湛，我们回去吧。魏无羡再醒来时是在船上，江心月白，在舱内的木板上拖曳开明亮的一抹光色。他正偎在蓝忘机怀里，紧贴蓝忘机的胸膛，手里还抓着墨额的飘带。他一动，蓝忘机便低头问：醒了？魏无羡一时屏住了呼吸。他们在洞中的时候，蓝忘机的脸孔上还有血，在睁眼时居然已经擦得干净，一双浅浅的红眸凑得那样近，又是那个如霜似雪、纤尘不染的韩光君。蓝忘机见他愣神，疑心他仍有不适，便去探魏无羡的脉门。不料魏无羡突然伸手屈起指节，在蓝忘机的眉心轻轻地刮了一下，又沿着那道如雕刻般屹立的弧度，一路划过鼻梁，干干脆脆地划过了鼻尖，反手又勾了勾他的下巴。突然遭人轻薄的蓝忘机，魏无羡低声道：哦，原来是真的呀。毫无征兆的，他身旁疏忽爆出一声咳嗽，
接着咳声响成一片。魏无羡几乎吓了一跳，手下意识收了回去，以为蓝忘机除祟除到了老死鬼的老窝里，转头却见是一群少年。少年们推推搡搡地站起来，哪一个也不看他们，都是各自腋下夹着板凳，争先恐后拔腿就跑。船舱门小，他们挤在一起，不知谁大声说你脸红什么，又有谁说我看到你脸红我才脸红的，还有一个大概是蓝思追的声音说韩光君，我们先出去一下。魏无羡直到一声门响落定，魏无羡才从蓝忘机的胸前抬起了头。蓝忘机的手臂温暖地揽着他的背，仍然看他。魏无羡回望过去，突然觉得对方那平素波澜不惊的眼底似乎有一抹机不可辨的笑意。魏无羡原本还欲顺势脸红一下，此时却改了心绪，慢声问蓝二公子，韩光君看够了？不待蓝忘机回答，他轻车熟路地将脑袋向蓝忘机胸口一埋，再度将人牢牢地拥住，抹额飘带绕在他指尖，他的手搭在蓝忘机肩头，不一时手指抓住了蓝忘机一缕垂下的头发，用指尖勾缠。须臾，魏无羡突然笑了一声。蓝忘机低头看他，开口，吐息几乎呼在魏无羡唇上，怎么？魏无羡把那缕头发在指尖绕了绕，说，我想起从前抱着阿夏的时候，有时他也抓人头发，抓住了也不松手，明明像个小猫崽的样子，手劲还挺大。蓝忘机似乎也对此颇有心得，说，魏无羡玩着蓝忘机的头发，眼睛不知望着黑暗中的哪一点，嘴角的笑容渐渐地归复平静。他问，阿夏可还好？他在何处？蓝忘机说，在另一条船上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蓝云恒是一路跟着蓝思追与蓝景一夜猎，自然也被绑到了山上。彼时金蝉与金陵一言不合，要打架，蓝思追跟着加入战局。蓝云恒立即屈起膝盖顶在一个金家子弟的肋骨上，下了好大的力气，全被魏无羡看在眼里，随之而来的那声惨叫便让他差点笑出了声。但当蓝云恒看到他与蓝忘机一同出现的时候，少年脸孔上的神情便悉数陷入沉默。他沉默地注视着他们交谈、争吵、推诿、倾轧，沉默地拔剑砍杀走尸，也沉默地看魏无羡画招阴旗，看他与蓝忘机饮食至血池。魏无羡说，他无事吧？蓝忘机摇头道，虽乏力，并未受伤。魏无羡说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他在蓝忘机的臂弯中动了动，叹道，我并不想他以这种方式知晓。原本他当我是缠着你的莫玄羽便罢了，如今蓝忘机说，错不在你。魏无羡说，但总要同他说的。蓝忘机说，他会听。魏无羡说，我知你肯定把他教成了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模样，但有时候我宁可他像金陵那样跳上来冲我吼。蓝忘机说，他信我。